人们很早就知道是减数分裂在执行物种隔离，但是在认识 DNA 之前，我们称低前生物学，对此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认识 DNA 之后，我们称作低后生物学，因为从 DNA 编码的信息、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对此一目了然。因为不是同一物种，它们的基因组不同，染色体着实力位置不同，染色体 DNA 编码数量不同，染色体 DNA 编码的序列不同， DNA 编码承载和表达的信息不同。以上这些不同就无法通过减数分裂编码对齐的检测，不能够完成联会的过程，无法产生精子和卵子，就不能孕育生命。从 DNA 编码的解码分析减数分裂，我们看到只有相同基因组同源姐妹染色体 DNA 编码对齐才能进行联会，这是屏蔽不同物种杂交的根本原因。因为即便是相同的物种，不是同源姐妹染色体，不能进行联会。同源姐妹染色体编码没有对齐，也不能进行联会。联会是产生精子和卵子的唯一途径，联会的条件极其严格。这也就是为什么骡子、狮虎没有后代的原因。减数分裂是物种隔离的严格把关者，它杜绝了任何不同物种杂交产生可遇性新种群的可能性，完全否定了人和黑猩猩以及一切不同物种共主的可能性。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从 DNA 信息分析减数分裂形成的物种隔离机制，永远不能杂交出可遇性新种群。从 DNA 编码、信息、数学分析中，可以看见进化论所说的人与黑猩猩共主，与香蕉、萝卜是表兄弟，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谎言。可以说，生殖过程的减数分裂已经置进化论于死地。不论是 DNA 编码的突变，还是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都没有破坏染色体的恒定性。而联会中严格的机理，保证了各染色体数目的恒定、长度的恒定、着势力位置的恒定、DNA 编码数量的恒定、DNA 编码序列的恒定、全部染色体编码的总量、基因的数量、基因在染色体上分布的要素的恒定。而染色体的恒定就意味着基因组的恒定，基因组的恒定意味着物种的恒定。总之，一切包含着减数分裂生殖过程的生物，都不会因为突变和联会发生进化、退化、融合
变化和骤变，使分子人类学用编码和数学敲响了进化论的丧钟。2006年，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发布的报告说，在2003年4月，当研究人员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最后分析，他们确认人类基因组的31个碱基对的遗传字母，在每个人身上都是99.9%的相同。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个人的 DNA 差异平均只有0.1%，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与人之间只有1/1000的差异。为什么全人类 DNA 编码信息能够99.9%的相同呢？为什么包含减数分裂生殖过程的人和一切生物都不会因为突变和联会发生进化、退化、融合、变化和骤变呢？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思考，而这3个方面是进化论不敢思考并极力回避的。第一，要从编码上来思考。当我们在思考减数分裂联会的严格机理的时候，我们会思考染色体的编码必须要对齐，而且还要同源染色体。我们会思考交换的片段，也就是编码的数要相等，等等。在所有的我们在思考整个的，不管是减数分裂的过程，还是我们人的生长的过程，还是我们从第一个受精卵细胞开始分裂成2个，一直到长到我们一个40到60万亿个细胞的完整的人，这里面都有 DNA 编码的分析。第二，要从数学来分析，比如说突变率只有10亿分之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再比如说，在联会当中的2的23次方的组合方式，等等，很多的数学上的分析。第三，要从信息来分析，因为 DNA 就是信息，它不但承载信息，它还传递信息，它还产生信息，它还指挥信息。所以我们在分析整个生物的生长以及生物的它的特性的时候，要从信息的角度来分析。这3个方面的分析是进化论完全回避、完全不敢碰的3个部分。对于信息的思考，进化论者尤其迷糊。他们如果没有一点电脑编码和信息的知识，他们很难理解 DNA 编码信息，因为 DNA 就是信息。DNA 编码携带信息，编码信息，这个关如果不过，他们没有办法往前走。例如，减数分裂中，为什么每个染色体会复制成姐妹染色体？为什么同源姐妹染色体会找到同源姐妹染色体？为什么它们要对齐？为什么会交换编码信息？为什么会有1次分裂、2次分裂？为什么精子和卵子会结合？为
为什么卵细胞会1分2、2分4、4分8？为什么染色体复制用半保留复制方法？为什么编码复制速度高达每秒钟100个碱基对？为什么相同染色体可以产生不同功能细胞？为什么各个器官能相互完美配合工作？等等等等。人和所有的动植物各自表现出的海量生命奇观，都可以提出无数个为什么。以进化论为代表，既不懂计算机编码信息，又不懂生命 DNA 编码信息的低前生物学，完全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从 DNA 编码和数学分析减数分裂，可以看到，进化论认为这些生物都是从一个根进化而来，它们全部都有共主关系，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人和黑猩猩共主是进化论最大的谎言。所有这些生物有共同的祖先，是进化论最大的谎言。进化论一直说人和猩猩是共主的，而且600万年前就分道扬镳。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图上，我们以100万年为计算，现在我们的人是23对染色体，黑猩猩是24对染色体。如果说600万年前分道扬镳，上面的那个祖先呢，他们认为是24对染色体。那么这样的染色体产生后来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600万年24对染色体，500万年是多少对？400万年是多少对？300万年、200万年、100万年，这种变化是怎样变的？到底是多少对染色体？进化论可以提出来吗？当编码和数学进入到我们的 DNA 进行分析的时候，进化论必须面对 DNA 编码和数学最严格的拷问，不能说似是而非，一定有具体的数据，不能抽象的回答。我们可以问，病理学分析染色体多或者少一条都是极严重的病态，并不能够生育，而且会被淘汰。那么进化论凭什么不要受到这样的制约呢？能够回答吗？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基因组，不同的基因组不能够做亲子鉴定，不通过 DNA 亲子鉴定，怎么能够确定共主呢？进化论能够回答吗？凭什么确定人和黑猩猩有共同祖先？是怎么知道共同祖先有24对染色体的？进化论能够回答吗？它是怎样越过减数分裂的严格联会，产生出不同染色体的精子和卵子的呢？
进化论能够回答吗？减数分裂屏蔽了不同基因组的杂交，进化论是怎样突破这样的屏蔽呢？进化论能够回答吗？对于以上问题，进化论者必须从 DNA 编码和数学来回答这些问题。如果说是减数分裂敲响了进化论的丧钟，不如说是分子人类学用编码和数学敲响了进化论的丧钟。请看小节。